2026开局，全球局势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大清算与大重组。本期视频信息量巨大，火力军将带大家直击几个决定未来的核心现场。首先，乌克兰用一场震撼全球的蘑菇云摧毁了俄军在杰巴利采沃的战略命脉。其次，乌克兰下达新目标每月必敌5万，机器人战争时代已经全面降临。再者，我们可能要目睹历史性的决裂，北约史上首次暂停与美国情报共享，欧洲正酝酿一个排除美国的新军事联盟。最后，中东火药桶已被点燃，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关闭应答器，幽灵般潜入战区。特朗普与哈梅内伊的生死博弈已到临界点。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时隔多日，乌克兰再次向世界证明其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质变。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空袭，而是一场足以改写乌东战局的战略爆破。当地时间1月21日夜间，乌军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闪电战。根据诺尔报告的权威披露，乌军此次将目标锁定在了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交汇处的杰巴利采沃。杰巴利采沃这个名字在军事地图上代表着极其关键的铁路枢纽与补给咽喉。乌军向当地的俄军军事基地发射了饱和数量的自杀式无人机，率先遇袭的是一座储量惊人的大型弹药库。现场流出的视频显示，黑暗的天空在瞬间被撕裂，杰巴利采沃弹药库上方随即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那壮观的场景宛如末日降临。最要命的是，无人机击中了弹药库的核心储存区，导致现场引发了极其剧烈的二次殉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将整个交汇区域完全笼罩在耀眼的红光之中。虽然截止目前莫斯科官方尚未做出回应，但俄罗斯最著名的军事记者 Ryba 已经在私下坦然承认，这次袭击导致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除了弹药库被彻底夷为平地外，附近的俄军驻扎点也遭到了严重波及，现场伤亡惨重，零星的爆裂声与漫天大火甚至一直持续到了隔天清晨。这是2026年开年以来，也是近几个月内乌克兰打掉的规模最大的军火库。这对于正处于冬季攻势关键期的俄军来说，无疑是断掉了他们的后勤龙骨。这场爆炸产生的连锁反应，将让俄军在乌东的战略部署陷入长达数周的混乱。关于具体的战损细节，火力军还在等待卫星图像的最终确认，后续将为大家做深度解读。再来看看目前前线的交火状况。虽然双方战线没有较大进展，但烈度丝毫不弱，尤其是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发起了一系列大规模进攻，但结果却是惨不忍睹。乌军不仅成功实施了强有力的反击，更在当地建立起一个战术杀伤区。在这个死神禁区内，乌军利用密集的无人机火网与数字化炮兵实施了物理层面的封锁，阻止了俄军在距离前线20至25公里的范围内使用任何军用车辆的可能，甚至让俄军在距离前线1公里内根本无法完成任何步兵单位的部署。有精确数据显示，俄军在还没接触到乌军主阵地前，在该杀伤区的兵力损失竟然高达88%。这已经不是在战斗，这是在高效率工业化的消灭有生力量。北部的苏梅和哈尔科夫方向，俄军的尝试性进攻也都被乌军防线彻底撞碎。红军村方向仍是目前的绞肉机中心，俄军不计代价地向格里山东南部推进，同时俄军加强了对米尔诺赫拉德和罗登斯克的攻击烈度，机械化突击一波接一波。虽然俄军一度在极大损失下取得了突破，但乌军正采取灵活防御，竭尽全力给俄军造成最大杀伤。南部俄军对胡利埃伯莱、科斯蒂安蒂尼夫卡与赫尔松等地的攻击也纷纷宣告失败，战线依旧稳如泰山。据统计，在过去短短的24小时内，全线爆发了110次激烈的战斗，俄军单日损失再次新增1170人，伤亡代价正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持续走高。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为乌军定下了新的死亡 KPI。 费多罗夫曾在1月20日宣布，乌克兰军队2026年的新目标是每月击毙5万名俄罗斯军事人员。这不是在吹牛，费多罗夫指出，上个月乌军已经稳步达到了月毙3.5万的战果，而且所有的战损数据都有视讯证据作为支撑，真实性无可置疑。而为了达成每月5万人的目标，费多罗夫称，乌克兰正全力启动一场彻底的军事智能化革命。据悉，乌克兰目前正在疯狂研发更多先进的自制无人机，并组建独立的无人机突击部队，同时加大与伙伴国家的合作，建立 AI 训练数据平台和完全由 AI 驱动的防空拦截系统，从而打造自主防御系统。费多罗夫信心十足地表示，如果计划按时实施，只需6个月，乌克兰就能拥有完全自主的防空导弹系统，从而彻底终结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任何空中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费多罗夫的话更有说服力，在这2天的战报中，乌军展示了其 AI 驱动机器人的巨大战果。如在德米特罗一带的最新战斗中，火力军就看到了这种未来战争的恐怖雏形。报道称，乌军在那里炸毁了一个俄军据点，而整个战斗过程完全是由机器人独立完成。航拍仪记录下了俄军阵地遇袭的瞬间。
爆炸过后，据点被完全摧毁，随即被浓烟包围。用费多罗夫的话说，就是乌军的核心目标是让这场战争在经济和人道上都达到俄罗斯无法承受的阈值。乌克兰正大力推动技术革新，不再追求每寸土地的得失，而是以消灭俄军有生力量为唯一指标。在缺乏足够工业资源支撑长期战争的情况下，这对莫斯科来说是一场慢性的死刑。1月21日的空战再次进入双方互捅的血腥节奏。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境发射97架无人机与1枚导弹，试图实施报复。在此期间，乌军防空部队展现了极高的专业度，成功击落了84架无人机。但遗憾的是，仍有11个地点记录到了撞击痕迹，目前损失正在评估。作为回应，乌克兰随即向俄罗斯全境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新一轮攻击。在拦截空袭的过程中，俄军引以为傲的 S-400系统再次上演了让人心惊肉跳的意外。在克拉斯达诺尔的上空，一枚发射出去的 S-400防空导弹突然发生轨迹偏转，径直飞向了俄罗斯自家的一栋平民居住大楼。从前方流出的监控视频看，大楼瞬间爆炸并燃起大火。袭击后，大楼的残骸照片随即曝光，外墙崩塌，窗户粉碎，地面的汽车也被烧成焦炭。目前此事已造成人员伤亡，俄方的频道也承认遭遇乌克兰的空袭，但对防空系统误袭选择了集体失明。事实上，这种致命误伤在2025年已经发生多起，俄军导弹甚至曾击中过自家的公交车。除了 S-400，俄方的铠甲防空系统在实战中的误击率甚至还要更高。此外，乌克兰还在21日的夜间重创距离莫斯科近300公里的奥米尔热电厂。在此次战役中，乌军在无人机群之外还动用了时速高达700公里的佩克洛巡航导弹，飞弹呼啸而过，精准击中电厂核心区域，现场白烟弥漫，爆裂声此起彼伏。虽然当地州长试图粉饰太平，声称只是受损，但当地居民却反映大面积区域已经停水断电。而在别尔哥罗德边境，多处俄方的能源设施也在空袭中化为灰烬。由此可见，乌军正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力度，双方的对等攻击仍在加剧。国际方面，消息更加劲爆。首先最吸睛的是北约同盟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地震。在北约同盟内部，尽管芬兰、爱尔兰、荷兰与阿塞拜疆、法国正持续追加对乌克兰的能源与军事援助，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矛盾却因特朗普在格陵兰岛等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而彻底爆发。军事上，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称，五角大楼正计划缩减其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规模，再裁减200个军事职位。影响最大的分别是位于英国的情报融合中心，以及位于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特战司令部。目前白宫已经向欧盟通报，可见美国从欧洲撤军的步伐正在全面加快。实际上，类似的趋势在2025年已经开始了。前段时间，美国就已从罗马尼亚撤军，并削弱了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援助。这些地区都是抗俄的最前线。特朗普的撤军行为被外界解读为对莫斯科的变相讨好。据欧洲专家估计，未来美国可能会从欧洲撤走1/3的驻军，人数高达2万人，这让欧洲各国感到不安与警惕，于是便暂停了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以防止美国利用情报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同时，据 Politico 报道，欧洲正考虑组建一个包括乌克兰但没有美国的新军事同盟。据悉，这个新军事联盟最初源于军援乌克兰，欧洲各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增强了信任和合作能力，成员们熟知彼此的名字，沟通和信息传递都非常顺畅。因此，这个联盟不仅包括欧盟国家，也将包括英国、挪威和乌克兰等非欧洲国家，未来甚至可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而在这些国家里，乌克兰是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拥有最多的军事经验。这个联盟一旦建立，极可能最终取代美国，甚至还将吸引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诸如在亚洲的盟国加入。但前提是要有共同价值观，就是不知道此举会不会导致北约解体。在其他方面，欧洲特朗普的不信任也在不断上演。如民调上，德国民调机构 Forsa 在1月16日到19日曾针对1009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误差范围正负3%。这项民调显示，仅有17%的德国人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仍是德国的合作伙伴，而高达71%的德国人则明确将美国定义为德国的对手。即便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也有51%的成员认为美国是德国的威胁。又或是经济层面，丹麦教师养老基金正在抛售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挪威最大银行 DNB 也大幅缩减在美业务，并将重点转回北欧等。虽然之前在俄乌战争议题上，欧洲和特朗普产生了分歧，但火力军万万没想到，乌克兰和欧洲现在竟然要同时面对美俄双方，这是北约成立以来都没有遭遇过的。说实话，特朗普能再次入主白宫，自然是有其过人之处，也真的很有力量。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颠覆了美国大半个世纪的外交遗产，甚至连 MAGA 内部都不得不呼吁特朗普步子不要迈太大。他对盟友咄咄逼人，对克里姆林宫却温和有加。这种反差已经让欧洲领导人深感寒意。火力军愿称他是最不可预测的总统，而现在最高兴的应该是俄罗斯，其外长拉夫罗夫高调支持特朗普。
表示，特朗普称格陵兰岛对美国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就像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一样。显然，莫斯科希望用特朗普控制格陵兰岛的行为，增加俄乌战争的合法性。而美国的动作还不止这些。当以色列喊出愿抗伊朗饱和式攻击，换取伊朗政权垮台后，美国开始往中东调集更多的武器系统。据综合新闻报道，1月21日，美军多架 KC-135A 加油机从美国本土基地起飞向东挺进，同时美军正向密集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加强美国军事基地和以色列的防御能力。最关键的信号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经穿越马六甲海峡，并且在进入关键水域后关闭了应答器，进行隐身推进，以及从18日开始，不断有 F-15E 战斗机、C-17运输机从英国起飞前往中东地区。这意味着美军正在进行一场幽灵般的军事布局，随时准备对伊朗实施果断打击。华尔街日报曾揭露，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甚至是推翻其政权的方案。他曾公开表示，现在是时候为伊朗寻找新的领导人了。关键时刻，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对特朗普发出警告称，任何针对哈梅内伊的军事行动都将引发毁灭性报复。伊朗外长阿拉戈齐也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新一轮袭击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这是一种玉石俱焚的决绝。目前，根据开源飞行跟踪数据和美军近期发布的消息，在中东，美军已经部署了3个 F-15E 战斗机中队，以及 F-16和 A-10等战机。虽然特朗普目前暂缓了立刻发动袭击的指令，但所有选项依然摆在白宫的桌面上。2026年的1月，全世界正站在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之上，引信已经嘶嘶作响。视频讲到最后，大家看清楚这场2026年的全球大洗牌了吗？乌克兰正利用 AI 智能化与机器人战争，试图在消耗战中彻底瘫痪俄罗斯。而美国与欧洲的战略决裂，正在摧毁我们熟悉了半个世纪的国际秩序。这是一个旧体系崩塌、新力量崛起的混乱时代。对于乌克兰每月必敌5万的新目标，对于欧洲组建排除美国的新军事联盟，以及美国向中东集结兵力，大家是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深刻见解，我们一起深入讨论。请务必长按点赞并订阅，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对火力军最大的支持。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